好，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在30岁之前，你必须要知道的有关金钱的8个真相。如果你想要在50岁之后安枕无忧，那你必须要在30岁之前对金钱有更好的认知。Number 8， 不要投资于你不太了解的领域。即使你想尽快让自己财务自由，但你必须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巴菲特就曾经说过，风险能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是不是经常在日志本里做好未来规划？比如我要研究经济学、金融，我要熟练英语，我要巴拉巴拉。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商业和投资都具有很强的风险性。投资呢，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对所处领域的无知。只有你对领域了解的越透彻，风险才会越小。Number 7， 如果你想要对金钱有更好的掌控，你一定要学会与专业人士相处。当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你需要请教内行。好，现在你假想一下，你面前有3个人。第一个是师兄，他比你懂得多一点，但是了解的也比较有限。第二位呢是老师，在这个行业里呢干了有一些年头了，有一定的经验。第3个呢是一位祖师爷，他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了。那么请问你要认识哪一位呢？你要去请教哪一位呢？估计很多人啊都会选择那些离自己最近的人，毕竟自己只是个小白嘛，祖师爷这辈分怎么能够得着呢？但是呢，超级学习者的作者斯科特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一开始就瞄准祖师爷，也就是行业内最牛的人。因为祖师爷呢，他往往能绘制出你所在行业的全貌，相当于给你一张内容十分全面的知识地图。你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现在正在哪个位置，以后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也能够避开很多你未知的坑。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就说过，有钱人呢会非常积极努力地和成功人士交往，因为他们深切明白创造财富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去学习那些致富路上的大师，模仿他们的内在策略和外在策略。Number 6， 你需要与你的朋友保持联系，并努力结识新朋友。相信大家呢都知道人脉的重要性。如今的社会，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硬通货，信息的获取速度和质量决定了你行动的优势。请不要独自用餐的作者法拉奇的父亲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可以说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但是他明白，想让自己的儿子出人头地，跳出工人家庭，就需要结交见多识广的富人。于是呢，他以一个工人的身份提出请求，与他钢铁厂的老板麦克纳见面。后来呢，在 boss 麦克纳的穿针引线推荐之下，法拉奇终于有了机会就读当地最有名的小学，并一步步踏入了耶鲁、哈佛。最后呢，他成为了克林顿和希拉里智囊团里的代表人物，实现了人生的蜕变。Number 5， 养育孩子的成本非常昂贵。现在很多小年轻并不明白自己生儿育女到底是源于社会期望，还是父母的恳切要求。在你内心深处是否了解过或者思考过这个问题呢？必须要提前明白，养育孩子的压力非常大。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最近的数据指出，美国一对有2个小孩的中等收入夫妻，要把孩子从出生拉拔到上高中，需要花费31万605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70万4235元。So， 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不仅需要在情感上做好准备，经济上也需要 ready。 不要屈服于其他人的压力，不要急于求成。Number 4， 银行盈利的真相。你知道银行是如何躺着赚钱的吗？
我来给大家扒了一张银行业金融机构收入的结构图，大家仔细品一下。你看很多银行 APP 上都上架着一些银行理财产品，其实很多呢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合作，银行呢也能在里面收取通道费。你知道吗？银行具有凭空造钱的能力。当政府钱不够花的时候政府可以命令央行印钞票。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直接直升机撒钱，要多少给多少。所以啦，你会发现房子在疯狂涨价，所有资产都在涨，但是拿在你手里的钱却越来越不值钱。所以在信用货币体系下，长期持有资产而不是持有货币才是一个最优策略。Number 3， 我们一定要避免冲动消费。电商网站商场上充斥各种打折优惠，这都是资本家设置的陷阱。他们调动各种手段刺激我们的消费欲。当我们看到狂欢价、心花怒放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淡定。我们不应该考虑原先价格是多少，可以省下多少钱，应该考虑的是实际上支付多少钱，值不值得这个价。告诉你一个克制消费冲动的好方法，那就是多用现金。行为心理学家就说过，买东西时多用现金可以极大的降低你的消费欲望，因为你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割肉一样的痛苦。Number 2， 在金钱观方面，你需要与你的另一半保持一致。可以这么说，金钱问题呢是影响夫妻关系的一大杀手。夫妻之间会有不同的金钱人格，处理金钱问题的习惯。所以我们需要试着理解对方，并抽时间与之沟通，真正明白对方在金钱问题上是怎么想的。而对于那些省钱王，我们就要提前规划，留出专项预算。Number 1， 你一定要找到更多的被动收入来源。如果你有份可以支付账单的工作 ，very good， 这可以让我们在不稳定的世界里获得更多的稳定。但是首先呢，你需要弄清楚你在为哪种收入工作，并尽可能的将你的劳动收入转化为证券收入或其他被动收入。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